this video, we'll talk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I and games. The first episode will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games. 现在大量的游戏厂商开始训练自己的 AI 语言大模型。那么 AI 语言大模型在游戏中有用吗？本期视频所聊的语言大模型呢，并不是在前面生成的两个 AI 视频的模型。语言大模型呢，指的是一些纯文本输入跟输出的模型，偏向于语言理解、文本生成这一方向的。所以在视频开头生成的 AI 视频模型呢，并不是本期重点讨论的大语言模型。现在大量的游戏厂商开始训练自己的 AI 语言大模型。那么 AI 语言大模型在游戏中有用吗？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AI 与游戏的关系。第一期呢，就先聚焦于 AI 语言大模型在游戏中的应用。直接亮观点，我觉得这是真没有什么必要。我们一点点来掰扯清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最开始对游戏里的 AI 语言大模型的期待值都拉满了吧？都想着能够做出那种能跟玩家自由唠嗑、贴合世界观、符合人物人设的 NPC。但问题来了，这种 AI 对话的 NPC 大概率只能当配角。那个游戏厂商敢把主角的核心对话交给 AI 生成啊，肯定不放心。就算退一步来讲，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AI 生成的对话内容100%会偏离角色设定。主角的台词得紧扣世界观，得跟着故事出现走，半点都不能跑偏。配角呢，要么话少点到为止，要么得符合剧情里的定位，哪怕是个偏执狂工具人的角色，也得有自己的专属调性。可 AI 不是这么回事 ，AI 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要么追寻中庸稳妥，要不然想当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智者。你让他去演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小可怜，或者说欺负人的反派角色，他很难演出那个味儿来。而且还有个致命问题，一旦对话偏离主线，游戏体验就直接崩了。玩家跟 NPC 聊天的时候，结果他扯的内容跟宏大的游戏背景八竿子打不着，或者一个本来高冷寡言的角色突然变得话痨又啰嗦，这不就彻底崩了人设吗？最核心一点是什么呢？没人真的喜欢跟 AI 聊天。只要玩家知道这个角色的对话是 AI 生成的，那种排斥感是本能的。我们回想一下，游戏里那些能让人记一辈子的角色，台词都是谁写的？是游戏策划、文案策划一个字一句来打磨出来的。玩家能对这个角色产生感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能透过台词感受到背后的人格温度，这是真人创作才能赋予的东西。像现在的有些交友软件也搞了 AI 聊天功能，但大家真的愿意跟 AI 聊天吗？肯定不会啊。游戏世界里也是一个道理。当然了，你要说 AI 语言大模型点用没有也不是，如果是用来生成支线任务的文案模板、丰富世界观的小段子，先让 AI 生成初稿，再让策划去修改润色，这倒是能省不少事，提高工作效率。但你要是把它真的做成能跟玩家实时互动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再说说第二点 ，AI 的实际功能比大家想象的弱多了。大家肯定遇到过游戏里的 AI 小助手吧，比如游戏答疑、游戏攻略查询之类的，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软件的 AI 虚拟客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些 AI 根本解决不了你的实际问题？再加上我们平时用的那些 AI 工具，比如说豆包、DeepSeek、Kimi 啊，问个电脑 bug 什么的，它给的答案要么是从网上扒来的，要么就是东拼西凑的。这些答案的源头其实还是人类之前解决过的问题 ，AI 只是做了一个汇总搬运。更别说 AI 还有个毛病，爱编答案。写论文的时候，如果依赖 AI 的话，很容易就中招，它能给出一篇看似有理，实则子虚乌有的论文。而放在游戏场景里就更麻烦了，游戏里的问题大多是定制化、新出现的，尤其是刚上线的新游戏，玩家遇到的 bug 疑问都是前所未有的。手机的生命周期短的1年多，长达有3-4年的 AI 的数据库得慢慢积累才能勉强应对。那游戏刚上线的第一批玩家呢，他们遇到的问题 AI 小助手根本处理不了，这跟找真人策划程序员解决问题根本是两码事。人家能从底层逻辑上帮你搞定， AI 可做不到。最后玩家跟 AI 聊半天，啥问题都没解决，还觉得浪费时间，对游戏的观感直接下降。所以 AI 语言大模型在游戏里的实际应用价值真的很低。其实 AI 能在游戏里发力的方向很多，比如说人物搭配、策划角色的3D 模型、实时生成，只不过这些技术相对比较复杂，内置化成本较高，对玩家的手机内存、游戏服务器压力也大，所以暂时没有普及开来。但相比之下，现在各大游戏厂商扎堆搞的 AI 语言大模型真的是走错了方向。它很像是过去游戏公司搞的中台系统，这实际上是有些过去的公司为了开拓业务或者满足上班人群的业绩需要，做出的一种无用功的表现。这在现在的企业结构中经常出现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也没有任何的有用之处。但就是会花费人力、物力、财力，使得一部分高层有业绩，形成游戏公司中某种业绩汇报或者做财报给其他人看的，换取投资以及自己公司仿佛在发展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作用是很差的。我们继续深聊一下，透过现象看本质。AI 在文字创作上的短板是天生的，现在很多人用 AI 写小说、写电影剧本，甚至写视频文案，成品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大多都是空洞乏味、没有灵魂的 ，AI 味很强。接着现在出了大量的视频教大家去除 AI 味道，但实际上内容
中是有巨大问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的优势不在于单一的文字创作，而在于工业化、流水线生产。比如说音乐、电影这些领域 ，AI 生成文字配合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关键帧，组合起来就像那么回事了。外行人不容易看出破绽，但文字不一样。语言是咱们日常交流的工具，不管你文化水平的高低，哪怕是没有上过学的爷爷奶奶，对文字的感知都是极其敏锐的。文字是日常对话语言的书面形式 ，AI 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只是有一点点不对劲，大家都能感觉出来。但是音乐、电影就不一样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创作、懂镜头语言、景深、会弹奏音乐。就算 AI 做的有瑕疵，大多数人也看不出来。说白了，每个人都是语言的高手。AI 想在语言、文字上面走得长远，我觉得很难。再回到游戏厂商的角度，现在很多大厂都在自研 AI 语言大模型，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首先，第一点，你想让 AI 生成的角色对话不脱离策划的控制太难了。你给角色设定了一个架空世界的科幻背景，这里的人生活很富足，结果 AI 生成的台词全是家长里短的文保问题，这明显不符合设定啊！到时候审核这些 AI 生成的内容，工作量就会大的离谱，要检查逻辑，要贴合游戏主题，要符合故事脉络，简直是给自己找对手。就算真能搞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游戏 AI 语言模型，那难度也是逆天的。且不说技术实现有多难，单说玩家对文字的敏感度，就注定这条路不好走。更何况现在有很多游戏玩家根本就是跳过剧情文字，要想让玩家认真注意台词、看文字，就得搭配配音、动画、镜头运镜这些内容。那么既然都花了这么大功夫进行配套了，那么为什么不把精力首先放在打磨真人写的台词上呢？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AI 语言大模型在游戏里面当文案辅助工具还行，但想让它成为玩家互动的核心角色真的不太行，它天生是短板。一般游戏厂商与其自己砸钱研发，不如等别人做出成熟的产品再拿来用，接一个接口，或者直接借鉴一下做一个阉割版本的。毕竟我们国内拷贝技术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我不太看好 AI 语言大模型的方向，除非哪天能出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否则大概率就是白费力气。本期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以上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有在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可以解答一下我的疑问，还是大家已经克服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